那一架固定翼飞机飞到货船附近的时候，已经降低了高度，距离货船甲板只有30米左右了。机身掠过货船之前，舱门居然提前打开，2个身影跃出，从上面翻腾落下。那空中翻身的动作相当飘逸，甚至连前冲的巨大惯性都被抵消了，随后稳稳落于甲板中央位置。确切地说，是一个人抓着另外一人，其中一个人穿着一身黑袍，上半张脸上戴着面具，浑身上下都流淌着肃杀的气息，而另外一人则是皮肤黝黑，穿着花衬衫，戴着大金表和2个金戒指，哆哆嗦嗦，右手小拇指上还缠着被鲜血染透了的绷带。来者居然是罗森以及大毒枭古铁雷斯。他们在离开了苏摩庄园之后，便乘坐飞机从华雷斯直线追了过来。古铁雷斯浑身哆哆嗦嗦，刚刚从飞机上直接跳下来的疯狂举动，让他现在双腿发软，几乎无法靠自己站直了。此时双方间隔在20米左右。威拉德之前一直云淡风轻的，似乎并不认为这次的任务有什么难度，但此刻看着罗森，表情终于开始变得有些难看了起来。夹克男人看了看罗森，又看了看威拉德，随后说道：兄宇说了，无论谁上船，你都要让他们死在这里。第二敬畏，你最好说到做到。威拉德咬着牙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我怎么知道来的人是这位少爷？事情貌似有点棘手了。你应该知道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夹克男人说道，想必兄宇想表达的也是这一层意思。威拉德很认真地想了想，眼睛里涌现出了一抹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狠辣之意，随后低声说道：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么我在黑渊之中可就没有任何的退路了。稍稍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道：兄宇不能只顾着下命令，却不顾及我的死活。夹克男人这种时候反而开始愿意提供建议了。这里是加勒比海，你手脚干净点，没有人会知道的。威拉德扭头看了他一眼，问道：你会帮我吗？夹克男人没理他，两人的声音很小，早已被海浪声所覆盖，根本传不到20米之外。罗森看了看小声说话的威拉德，又看了看那个身穿夹克气场不俗的男人，随后冷笑着说道：威拉德，你跑得可真够快的，我一直追到了现在，飞机的油量都快耗光了。不仅如此，他到了坎昆港口之后，甚至还特意换了一架飞机，才追到了这里。威拉德呵呵一笑：又不是我让你追过来的。罗森的眼底浮现出了一丝怒意，提高了声量，冷冷说道：威拉德，你是裁决庭的第二警卫，见到我居然是这种态度，难道不应该立刻向我问好吗？威拉德摊了摊手，说道：罗森少爷，你好。这语气有些随意，甚至明显带着敷衍。罗森呵呵一笑，抬手指了指夹克男人，说道：这就是兄宇安排你护送的那个华夏将军。威拉德耸了耸肩，却没吭声。然而这种不发声在罗森看来就是默认。罗森拎着古铁雷斯往前走了好几步，把双方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了10米左右。对于他这种实力的强者来说，这就是绝对攻击距离了。你是那个华夏的将军？罗森转向夹克男人，又问了一遍。夹克男人也出没声，甚至只是转头看着船舷外的海浪。
罗森也不介意他的态度，而是说道：有这种人在手上，能换回来的资源太多了，这种人就该控制在禁锢庭的手里。禁锢庭，而这个罗森就是禁锢庭头号人物大禁锢长的儿子。第二禁卫威拉德反而笑了起来。你看，我就说兄宇是个人才，大才决长，敢大胆启用一个年轻女孩来替裁决庭做战略决策，实在是太英明神武了。显然，兄宇之所以派出这么一艘船来，就是料定了禁锢庭会做出追击抢人的举动。裁决庭里级别最高的那个职位叫做大裁决长。夹克男人说道：你在这里拍你们上司的马屁，他也听不见的。不是拍马屁，我是真心话，况且他也是你的上司。威拉德笑起来，随后看着罗森：罗森少爷，听说你天赋异禀，年纪轻轻就武力卓绝，今天我这才决庭的第二禁卫也来领教一番。说着，他身上的气势开始翻滚着升腾起来，一如此刻开始翻涌的海浪。见此，罗森的声音里开始透出了强烈的杀意。威拉德，你算是什么东西，敢在这里跟我动手？两枚细窄的飞刃此刻已经被他扣在手心之中了。威拉德冷冷一笑，嘲讽地说道：我知道罗森少爷学成归来，强势插手黑渊诸多决策，大权在握，势不可挡，但我在裁决庭待了近20年了，给你面子喊你一声少爷，争论起辈分来，你得喊我叔叔。此时罗森身上的气势也升腾起来了。威拉德，你这是以下犯上，以黑渊刑律，你这是死罪。其实他也30多岁了，虽然和黑渊里那些老古董比起来算是非常年轻，可若是和苏无忌相比，比对方大了将近10岁了。以苏无忌现在的成长势头，再给他10年的话，谁也不知道他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威拉德从运动服的腰后方抽出了自己的武器，竟是双节棍。这种玩意儿极少从黑暗世界的高手身上看到，他竟然随身带。看到这武器，罗森冷笑了2声。拿着这种郭家家用的玩意儿，真不知道你怎么当上的第二禁卫。说着，他的两边袖子微微一动，只不过是手腕一抖，便是2道寒芒激射而出。只是一眨眼的功夫，2枚细窄的飞刃便直接飞掠到了威拉德的面门前。罗森的嘴角露出森冷的笑意，只是下一秒他的冷笑便凝固了，因为眼看着飞刃即将穿透威拉德的脸，可是在飞刃和对方的面庞之间忽然出现了一片银色光幕，那是急速旋转的双节棍。铿铿，2道金铁交鸣之声响起，那2枚飞刃便被打飞了出去，远远落入海中。怎么样，罗森少爷，我这一手还算可以吧？威拉德微笑着说道：我这双节棍不知道敲碎过多少敌人的脑袋，这可从来都不是过家家的玩意儿。罗森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从自己学成归来之后，还从来没有受过这般顶撞和侮辱。轰！强烈的气爆声陡然响起，罗森的大袖一展，瞬间扑到了威拉德的身前。这一次罗森没有再动用飞刃，手中多了一把黑色长刀。唰！长刀出鞘，黑色光芒骤然亮起，劈向威拉德的脑袋。这刀光凌厉之极，浓郁的肃杀之气充斥了整片甲板，好似丛林里的高级掠食者忽然亮出了尖利的獠牙。
威拉德的双节棍骤然舞动起来，银色光芒挡在身前，硬生生架住了这凌厉无比的一刀。铿，刺耳的精铁交击声爆开，火星四溅。威拉德脚下的甲板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痛吟，他随后往后退了3步。后退之时，他的脚底接触甲板，甲板便瞬间会凹陷下去几分，裂纹已经犹如蛛网般迅速蔓延。不愧是禁锢亭的大少爷，这爆发力还真是有点恐怖啊。威拉德虽然后退了3步，看起来是被罗森击退了，可是他脸上的笑容却越发明显，甚至带着一丝兴奋。大境顾长对罗森少爷还真是够好的，连这把黑石刀都给你了。可惜刀是好刀，就是用刀的人差了点。罗森的眼睛里满是怒意。该死，威拉德，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评价我？他再度前冲，刀势已经骤然一变，从之前的凌厉暴劈变成了一片黑色刀网，朝着威拉德当头照去。在释放这一招的时候，罗森的动作已经快到看不清了。威拉德的双节棍也是高速旋转起来，在他的手里，那2节棍子仿佛已经有了生命。双方兵器相交，精铁交鸣之声已经开始犹如雨点一般密集了。罗森的刀锋撕裂空气，到处都是锐利的破空之声，而双节棍的速度更是极快，舞出一片银光，发出呜呜的尖笑。这2人的急速攻防，逼得在旁边观战的古铁雷斯连滚带爬地缩到一堆缆绳后面，浑身抖得如同筛糠。你就只会躲吗？威拉德第2禁卫的名头是靠逃跑得来的吗？罗森在1分钟之内居然没有攻破对方的防御，心头火起，攻势越发狂暴。吭，他一刀斜斜挥出，将双节棍荡到一边，左袖之中寒芒再现。这一次他足足放出了5枚飞刃，5枚飞刃无声无息地射出，并非只取威拉德性命，而是封死了他上下左右所有闪避的空间。而5枚飞刃的正中间，正是罗森那凝聚了全部力量的黑石刀，刀锋直刺心口，看起来是绝杀之局。威拉德似乎挡无可挡，躲无可躲，不愧是黑渊禁锢亭的超级天才，就凭罗森的这几下，完全有着笑傲一方的资格。敢冲撞我，你必须死！罗森吼道。然而就在这一刻，他的身形忽然间狠狠一僵，因为一把匕首已经从后方插进了他的肾脏，而匕首的把柄正握在那个夹克男人的手中。罗森的腰子被捅了一刀，顿时控制不住地发出了一声惨叫。那强烈的疼痛让他的攻击力瞬间溃散。威拉德借此机会躲开了那致命的一刀。罗森的反应极快，已经猛然回首，手中的长刀劈向了身后。他的心中愤怒之极，压根没想明白这个看起来身上没有任何力量波动的男人，究竟是用什么方式出现在自己身后的。然而这一刻，那个夹克男人忽然往后面撤了一大步，躲开了罗森这复仇一刀。这一步的速度简直快得不可思议。他手里的匕首也顺势从罗森的后腰处拔了出来，后者疼得又是浑身一颤。罗森还想继续追杀夹克男，可这时候威拉德已经抱起突袭，狠狠一记鞭腿抽在了他的后腰处。在这种暴力攻击之下，罗森后腰处的刀口又迸发出了一道鲜血，他的身体被抽得翻滚了出去，直接重重地撞在了船舷上。
罗森的手在后腰处抹了一把，手掌之上全是鲜血。他死死盯着夹克男人说道：没想到你这个华夏的将军身手竟然这么强，你可真该死啊！什么华夏的将军？罗森少爷，你认错人了。维拉德微笑着说道：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裁决庭的新任第一禁卫。什么？第一禁卫？罗森瞪大了眼睛，明显被这个消息给震撼到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完全认错人了，这就意味着他从一开始就追错了方向。混账！那个华夏的将军难道不在这艘船上吗？罗森强忍着肾脏的疼痛问道。当然不在了。维拉德微笑着说道：兄于可说过了，这艘船就是个障眼法，他给我下达的指令就是，不管敌我谁来谁死。顿了顿，他补充了一句：可惜的是，天赋卓绝的罗森少爷实在是太心急了，比暗影天王还要早到一步。罗森的眼睛里满是难以置信，而躲在缆绳后面的古铁雷斯此刻也非常意外。这艘船上根本没有那个华夏的将军，只有裁决庭的第一禁卫和第二禁卫。裁决庭的最强战力都在这里等着自己了，他们全都中了凶宇的计了。凶宇，这个婊子！罗森气得骂道。他以为自己在内斗之中已经稳稳压了凶宇一头，却没想到后者看起来是暂时后退，避开锋芒，可实际上居然给他挖了一个这么大的坑。这女人真的够狠，为了夺权，是真的敢对自己这个黑渊太子党动手。他疯了吗？裁决庭疯了吗？威拉德笑眯眯地说道。怎么样，罗森少爷，你是不是觉得大裁决长选择凶宇来主持裁决庭的一系列工作是非常明智的呢？哼！罗森的眼色阴沉，里面仿佛酝酿着狂风骤雨。他恨不得把面前这两人给碎尸万段，然而身体的疼痛却还在影响着他的战斗力，因为背后那一刀捅得实在是太阴狠了。威拉德还杀人诛心的来了一句：罗森少爷，顺便告诉你一声，刚刚和你交手的时候我并未出全力，你以为你能杀了我，其实是我让着你呢。你们一定会死，一定。罗森倒也是够果断的，丢下了一句威胁的话之后，强悍的力量从足底爆发出来，骤然跃出了船舷，一下子便飞掠出了好几十米。他的脚底在浪头上一踩，一片浪花当即被踩得爆碎。罗森的身形又借力跃出了30米。茫茫的加勒比海，周围连岛屿都没有，我看你能逃到哪里去？威拉德吼了一声。在罗森选择撤退的时候，这位第二禁卫也直接跃出了船舷，踏浪追了过去。不过罗森的速度确实极快，他本来就处在领先位置，骤然爆发之下，距离直接拉开了300-400米。威拉德正要加速追上，忽然发现远处一片巨浪掀起，罗森径直冲入其中。等那一片浪墙过后，这位禁锢庭的大少爷已经不见了踪影。威拉德围着那一片区域找了半天，也没有见到罗森的踪影。他并未立刻回来，而是把双节棍对到了一起，变成了一根70公分长的棍子。而从长棍的两端竟是齐齐弹出了半米长的刀刃。原来这武器之中还有这种玄机。威拉德拿着组合好的双头刃潜入海中继续寻找，直到半个小时之后，这位第二禁卫才回到了船上，浑身湿漉漉的，一无所获。
真是可惜，让这个家伙跑了。威拉德的表情并不轻松，脸上有着肉眼可见的凝重。他说道：希望罗森死在这一片加勒比海中，不然的话后患无穷。罗森的身份特殊，如果他的老爸事后强势逼着裁决庭把凶手交出来的话，威拉德还真的不知道大裁决长能不能护得住自己。夹克男人双手撑着船舷，静静地看着海浪，并未发表任何的意见。你的那一刀捅得可真漂亮，无声无息，阴狠如蛇。威拉德笑道：不愧是我们的第一禁卫。夹克男人说道：我从未承认这一身份。一聊起这事儿，威拉德的心情似乎好了许多。那你当着罗森的面也没有否认？夹克男人摇了摇头，没有再做什么辩解。威拉德又问道：你觉得暗影天王还会追来吗？夹克男人说道：也许他去找真正的华夏将军了。稍稍停顿了2秒，他又补充道：又或者他已经找到了他。哇哟，行啊。威拉德摊了摊手，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那可真是裁决庭的灾难了。恰恰相反，夹克男人说道：说不定那会是整个黑渊的幸运。说完，他便迈步走向船舱。威拉德想了想，随后道：说得很有道理，我要是大裁决长，就果断把这些华夏人都主动交出去，留着他们实在是太烫手了。他随后看向了缩在一边的古铁雷斯，话音忽然一冷，说道：你今天目睹了很多，也听到了很多。古铁雷斯瑟瑟发抖：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啊！我最不喜欢撒谎的人，更何况你们干这行的，没一个好东西。威拉德拎着双头刃走了过去，抓住了古铁雷斯，刚想捅穿他的肚子，随后又摇了摇头：算了，别脏了我的刀。他抬手一丢，便直接把古铁雷斯扔下了海，饶有兴致地看着古铁雷斯在海浪中扑腾。威拉德的心情很好，似乎罗森逃走所带来的糟糕心情已经彻底烟消云散了。卡瓦雷的庄园里，此时这位在华雷斯排名第2的毒枭已经处于了彻底放松的状态里。他举着一杯红酒，看着跪在身前服侍的漂亮女人，又看了看站在对面的几个心腹手下，笑着说道：古铁雷斯就这样完蛋了，快去接收他的所有货物和财产，晚了可就来不及了。这群华夏人可真是我的好朋友啊。虽然自己死了不少人，还损失了几个隐藏弹药库，但是一想到马上就把竞争对手的钱财全部抢过来，卡瓦雷的心情还是极好的。随着他的命令发出，几个心腹手下立刻出去，调集庄园里剩下的所有战斗力，坐上了车子，火速去清理古铁雷斯的地盘了。这个庄园的防御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空虚之中。你快一点！这个毒枭看了看在身前服侍的漂亮姑娘，我不喜欢慢动作，你太不熟练了，简直像是有颈椎病。就在这个时候，卡瓦雷的手机响了起来。一看来电，他立刻起身，一脚把身前的姑娘踹倒在地，喊道：抓紧给我滚出去，我要接个电话。那姑娘只能连忙跑出去，还不忘捡起散落在地上的衣服。胸羽小姐，你好。卡瓦雷毕恭毕敬。古铁雷斯逃跑了，这是组织送我的最好的礼物了，谢谢您。来电话的竟然是胸羽。他刚刚在黑渊的内斗之中胜出了一筹，不用谢我，这是你这么多年的努力所应得的东西。胸羽淡淡说道。
卡瓦雷说道。我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这次从古铁雷斯那边所获得的收益，我会将绝大部分都上交给组织。凶宇并未拒绝，而是说道：人还好吧？仍旧。卡瓦雷一愣，凶宇的声音淡淡：你应该知道我所说的是谁。很好，他很好，身体素质也一直不错，已经很久都没有生过病了。卡瓦雷说道。奥斯卡大人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你照顾了他将近2年，你也辛苦了。凶宇说道。谢谢凶宇小姐的夸奖，我倒也算不上照顾，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守卫森严的居住地而已。卡瓦雷笑着说道。凶宇小姐，你的性格可真好，这么平易近人，希望你能一直领导组织，尽量不要亏待了他。凶宇没理会对方的马屁，沉默了半分钟，才继续说道：或许这一段日子要结束了。要结束了？卡瓦雷完全误解了，他想到了相反的方向，说道：需要我去灭口吗？不需要。凶宇的声音冷冷。我明白，这种事儿奥斯卡大人会做，他在这方面肯定比我专业多了。卡瓦雷立刻说道：你想错了。凶宇说道：我并不是要灭口，你如果胆敢有让他受伤的想法，我保证你没法看到明天早晨的太阳。是，我知道了，请凶宇大人放心。卡瓦雷说道。然而这时候一只手忽然伸到了他的面前，一道声音在卡瓦雷的身后响起：把电话给我，把电话给我。听到了这句话，卡瓦雷的身体狠狠一颤，简直是瞬间头皮发麻，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已经从皮肤上冒了出来。他根本不知道此人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卡瓦雷很确定自己刚刚接听凶宇电话的时候，房间里明明没有任何人的。他本想反击，可是一把冰凉的紫色软剑却已经犹如毒蛇一样缠绕在了他的脖颈上了。苏无忌冷冷说道：我只要一拉你的脑袋就会搬家。感受到彻骨的凉意，这一下卡瓦雷完全不敢有任何动作了。他已经完全确定这个声音就是之前与自己通过话的声音。当时他一句话就让攻势猛烈的毒蜘蛛佣兵团停了火。下一秒，卡瓦雷手上的手机已经被苏无忌拿走了。凶宇并未挂断电话。苏无忌说道：你好，裁决庭的凶宇，这是我们第一次直接对话，我想这应该并不会是最后一次。凶宇沉默，似乎有哗啦啦的话外音传来。苏无忌觉得对方好像站在水潭边，但水声似乎又有点远。他沉声说道：你真的很聪明，我差点被你骗到加勒比海上去。凶宇还是没吭声。你不说话是怕被我听出你是谁？苏无忌问道。凶宇看向了身边的雪人，后者显然已经听到了从手机里传出来的声音，脸上明显带着些许欣慰的笑意。之前把人质从墨西哥转移的提议就是雪人提议的。当时凶宇虽然表面上采纳了，但是背地里还是玩了一手偷天换日。他并没有把江秉辰转移走，而是安排了一艘货船驶入加勒比海。第一禁卫和第二禁卫则是在船上等待着，等着诛杀所有前来劫船的人。苏无忌真的差点被骗了，他都已经坐上飞机飞往加勒比海了，才突然觉得不对劲。以这个凶宇以往的手段，起码得安排2到3艘船驶向不同的方向，以此来混淆自己的判断。
怎么这次就只安排了一艘船？这不是他的风格，除非他想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于是苏无忌便让埃米拉调查了一下这艘古斯特号的所有资料，赫然发现这竟是华雷斯另外一个大毒枭卡瓦雷的船。卡瓦雷的货船怎么会交由古铁雷斯送出境呢？以古铁雷斯的性格，如果知道了这个事实，一定会拒绝的。这只能说明禁锢黑渊在墨西哥真正信任的人是卡瓦雷。分析到这里之后，苏无忌决定赌一把。那艘船还在加勒比海里，想要拦截，并不一定非要从后面追击。但是卡瓦雷目前还待在华雷斯，随时可以远走高飞。这次若是错失了机会，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找到与江秉辰有关的消息。于是王哥在上次从瓜达拉哈拉起飞前准备好的降落伞包，这次终于派上了用场。苏无忌直接跳伞返回了华雷斯，而王哥为了迷惑敌人，则是继续飞向加勒比海。然而从苏无忌昨天晚上跳伞直到现在，已经过去近10个小时了，中间还做了什么安排，只有他自己清楚。我很遗憾，这次又是你赢了。胸羽终于说了一句，随后挂断了电话。一旁的雪人分明看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往自己的喉咙上贴了个变声器。这么谨慎的女孩，真的已经很少见了。雪人笑着说道：你真是天生适合吃这碗饭。胸羽挂断电话，摘掉了变声器，感觉到一阵眩晕，身形晃了一晃，差点没站稳。他是怎么猜到这一切的？胸羽喃喃自语，似乎有些难以理解。你的身子骨有点弱，应该好好休养休养。雪人此刻的心情很好，居然还安慰了2句。不用自责，毕竟你只是在帮着你的前辈们擦屁股而已，可他们屁股上沾的屎太多了，不是短时间内能擦干净的。胸羽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什么。雪人又说道：其实你完全可以告诉苏无忌，说我在你们的手上，用以考验一下他的人性，但你并没有这么做。胸羽良久之后才开口，他凝望着远处的壮观瀑布，说道：因为我太了解人性了，可他是反常规的，所以在他的身上，我的那些所谓的经验往往会起到反作用，造成严重的判断失误。此刻水声轰鸣，雾气氤氲，一身白裙的胸羽静静立在弥漫的水雾中，仿佛不属于这个纷扰的尘世。雪人看了看他，说道：你来到这儿之后，总觉得你的气质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胸羽明白他的意思，却话锋一转：我算不上一个好人。雪人微笑着说道：当然，好人怎么会不给我饭吃？胸羽说道：以后你可以正常吃饭和饮水，雪人先生。真难得，谢谢。雪人说着，抬手指了指远处的瀑布。这地儿我挺喜欢的，不太想走了。但你不一样，你还年轻，不应该把自己困在一个地方，哪怕这里的景色再美。这句话里的暗示意味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了，以胸羽的聪慧，不可能听不明白。胸羽摇了摇头，那微微有些发白的嘴唇轻启。我喜欢把事情做到极致，不喜欢给自己留任何退路。雪人说道：地球就那么大，人生就这么短，别较劲。说完，虚弱又疲惫的他听着瀑布从高空冲落的轰隆声响，闭上了眼睛。没过几秒钟，竟是沉沉睡去。卡瓦雷庄园依山傍水，环境极好，在中央的观景位置有着一幢白色别墅，
这栋位置最好的房子并不是由卡瓦雷居住的，而是住着2个男人。管家每天会定时把食物送进去，而里面的人几乎从不出来。这庄园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不曾见过里面的人长得什么模样。有时候，送饭的角色会由大毒枭卡瓦雷亲自担任。卡瓦雷的许多手下都猜到，这栋房子应该是被卡瓦雷用于金屋藏娇的，能被他这么重视，里面必然住着一个绝世大美女。此时，一个穿着背心的东方男人正在这个别墅的院子里做着俯卧撑。每天早中晚各做200个俯卧撑，从华夏首都到瓜达拉哈拉，再到这个华雷斯的庄园里，他这个习惯就一直没变过。而院子里的石桌旁边，则是坐着一个身穿黑色长袖长裤的男人。这身衣服看起来就像是宽松轻薄的练功服，但他一年4季都这么穿。昨天这庄园打得那么热闹，我还以为是华夏人来救你了。这黑衣男人说道。居然是毒枭之间的冲突，害得我白激动一场。那东方男人从地上起身，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洗了洗手，才穿上了外套，是一件华夏款式的薄夹克。他的2道浓眉如同利剑，皮肤被墨西哥的太阳晒得呈现轻微的小麦色，两鬓的头发已经全白，虽然身材高大，但整个人已经显得有些瘦削。在时间的冲刷下，他的皱纹也变得深了一些。奥斯卡，你看起来很想见到我被人救走。这东方男人说道。难得到了今天，你才愿意吐露真正的想法。黑衣男人站起来说道。待腻了，毕竟我都陪你好几年了，比跟我老婆待一起的时间还长，都快跟你处出感情来了。东方男人说道。要不你跟我去一趟华夏，看看那里的大好河山。奥斯卡说道。你别害我，要是跟你跑回了华夏，我这禁锢庭的第一禁锢使者可就要上了黑渊的全球追杀令了。东方男人喝光了杯中的水说道。黑渊的禁锢庭有7大禁锢使者，每一个都在贴身看守着一个人。奥斯卡说道。不，只有我这么倒霉。东方男人说道。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了事？奥斯卡撇了撇嘴说道。别开玩笑了，你是华夏的将军，谁敢杀？谁敢杀？显然这个东方男人就是江秉辰。禁锢黑渊似乎并没有把华夏放在眼里。你们敢动华夏的飞机，自然就敢杀我这华夏的将军。江秉辰淡淡说道。别，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不能混为一谈。那事儿是他们做的。奥斯卡说的有点拗口，但意思很明白。他继续说道。你也知道，黑约内部也是分派系的，温和派一直在给激进派当年的混蛋举动擦屁股，但如果真的把你给放了，华夏肯定直接会打过来的，到时候黑渊上上下下没人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哈！顿了顿，他又无奈地说道。别说杀了，我们难道不是一直好吃好喝地伺候着你吗？江秉辰淡淡说道。那华夏的其他军官呢？他们困在非洲和南美的矿区里，时至今日还能活下来几个？奥斯卡似乎并不是强势的性格，语气中透着诸多无奈说道。黑渊激进派的力量那么强大，温和派就算是想要保下那些华夏军官们，也都只能是暗中操作，我们的工作难度很大的。他的这句话无疑已经暴露了自己是温和派的立场。江秉辰说道。整个禁锢田有几个是温和派？奥斯卡耸了耸肩。
算你运气好，7大禁锢使只有我一个不是激进派，但凡换别人来，你日子可能都没那么舒服了。江秉辰说道。如果有人要救我走，你会拼了命的阻拦吗？奥斯卡的眼光闪烁了一下，说道：真让你走了，大禁锢场会要了我的命。江秉辰看到了他那闪烁的眼光，摇头笑了笑道：你说的不是实话。奥斯卡咧嘴一笑：因为你问的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不可能有人来救你，所以你也听不到我真实的回答。江秉辰抬头看着墨西哥的天光，我相信华夏从来没有放弃过。不放弃归不放弃，可他们根本找不到你在哪里。奥斯卡仰头望天，伸了个懒腰，语带深意地说道：这世界太大了。而他的话音刚落，这别墅的院门便被推开了，一道年轻的身形出现在了北半球的光影之下，也出现在了江秉辰与奥斯卡的视野里。以奥斯卡的实力，确实早就听到有人过来了，但是他没多想，毕竟那么多年都是安全的。黑渊藏匿的本事这么强，华夏人根本找不到江秉辰到底在哪里。但是这个华夏青年偏偏就这么进来了。当苏无忌的目光落在院中那个两鬓如霜的男人身上时，他的眼眶一下子红了。看到了这个青年的表情变化，江秉辰无声地笑了。虽然两人之前并未见过，但此刻仿佛是一场跨越了漫长时光的重逢。风霜落尽，平静的只剩下了对视。江秉辰沉默几秒钟，随后转向奥斯卡，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骄傲：现在你还觉得华夏找不到这里？苏无忌深吸一口气，压下喉间几乎抑制不住的颤抖，哑声道：江叔叔，我来接您回家。好。江秉辰笑答。他没有问苏无忌是怎么找过来的。江秉辰相信这轻描淡写的一句我来接您回家背后究竟藏着多少惊心动魄。这句话里每一个字所承载的重量足以撼动山海。看着这个青年，他的眼睛里满是激赏，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岁月，看到了曾经年轻的自己。等等，你喊我什么？江秉辰忽然问道。按理说，苏无忌如果是军人，那么就该喊江司令才是。江叔叔，我是婉星的朋友。苏无忌说道。不知道究竟是出于什么心理，也许是在未来老丈人面前稍微有点心虚，以至于他在朋友的前面并未多加个男字。听到女儿的名字，江秉辰的眼光似乎一下子多了千言万语。婉星她怎么样？7年未见，这丫头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吧？苏无忌说道。婉星快要晋升中校了，浩斌在临江大学读书，他们现在都挺好的。在听到儿女的状态之后，江秉辰的眼眶也是明显发红了。他笑了笑，忽然道：好，不过江浩斌是自己考上的林大，是不是他外婆家给找了关系，走了后门？苏无忌不禁感慨，真是知子莫若父啊。哪怕7年没见，江秉辰也依旧知道江浩斌是个什么德行。对了，他并未回答江秉辰的问话，而是接着说道：我在德弗兰西岛找到了蓝霜阿姨，在非洲矿区找到了16个华夏军官，其中有您以前的警卫员李冰凉，还有……你说什么？江秉辰的呼吸一下子急促了起来。
那从战场上培养出来的镇定，此刻也瞬间被万千涌动着的情绪所取代。你找到了蓝霜，还找到了那么多人。苏无忌重重点头，笑道：是的，江叔叔，蓝霜阿姨正在华夏首都，在家里等着您。江秉辰的身形晃了一下，差点没站稳。这7年来，他从未听说过任何与方蓝霜有关的消息。江秉辰甚至已经为此而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但是这一刻，他显然已经被无与伦比的巨大惊喜所击中了。他看着面前的华夏青年，深吸了一口气，问道：好小子，你叫什么名字？哈哈哈，苏无忌。苏无忌，是韩。听到了这个名字，江秉辰说道：无边无际，无限无垠。好名字。奥斯卡啧啧说道：哇哦，看来华夏这次派出了一个年轻的绝世天才呀！黑渊那么擅长藏人，居然被你找到了这么多。苏无忌直视着他的眼睛：我要带江司令离开。那可不行。奥斯卡说道：让你们回华夏一家团圆了，我回去怎么交差？江秉辰说道：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走。呵呵，想都别想，我看起来像是那么好说话的吗？奥斯卡往旁边跨了2步，拦在了苏无忌和江秉辰之间。他看着苏无忌说道：我是禁锢厅第一禁锢使，是超高风险单元的最终看守者年轻人。你既然已经找到了这里，应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苏无忌摇了摇头：我并未从你的身上感觉到任何的杀意，我们应该算不上敌人。奥斯卡说道：杀意与职责，这是2码事，我从未混为一谈过。苏无忌：我已经接连赢了裁决庭数次，现在要带江司令离开，你应该也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什么？奥斯卡这一下也有点意外，裁决庭的7大禁卫居然拦不住你一个人，他们可真是越来越废物了啊！苏无忌说道：我只是没有中他们的计罢。你这话说的云淡风轻的，但我知道那7个人没有一个是容易对付的，你很不错。说到这儿，奥斯卡的表情开始认真了起来。打赢我，把我打到毫无还手之力，你才能带江秉辰离开。顿了顿，他补充道：要么你就永远留在墨西哥，成为永久的囚徒，或者一具尸体。话音落下，奥斯卡身上的气势陡然升腾了起来。他一抬手，院子里便是飞沙走石。这一刻，好像本来明亮的天光都开始变得昏暗，似乎这一片区域里的空气都要被他的掌心给抽过去了。苏无忌甚至觉得呼吸都要因对方这一个简单的抬手动作而变得艰难起来。江秉辰沉声道：当心。然而这个找上门来的华夏青年居然不退反进，反而主动出击，直接杀到了奥斯卡的身前。他的重拳狠狠迎向了对方的手掌。当双方拳掌相交的那一刻，空气似乎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震鸣。这一刻，苏无忌那5个动作的力量运转通道瞬间连成一体，全部打通。自从在非洲的库尸王国遗址里被那如同僵尸般的黑衣人打通了连通的经脉之后，每到面对强敌的战斗之时，苏无忌就会调整成这种融会贯通的状态。而他每天都要把这5个高难度的动作练上几遍，每成功一次，他的力量爆发通道就隐隐约约地被拓宽了一分。进步的幅度虽然微小，
但是苏无忌从来不曾停下。轰！剧烈的气爆声炸响，两人脚下的地面已经全碎，周围的草坪瞬间被狂暴的气浪给掀上了高空。在这肆意的劲气之中，江秉辰只是往旁边跨了一步，身形稍微一晃，便是稳稳站立，仿若脚下生根。那是属于华夏将军的气场与厚重。江秉辰知道那个青年在为他而战，他自然也不可能有半步后退。双方这一次交手之后，奥斯卡往后稍稍地退了一步，苏无忌则是直接倒飞了出去，轰隆一声撞碎了院门。已有点意思，奥斯卡说道。他看了看自己的脚步，又甩了甩手道：这个年轻人不一般，真是挺有劲儿。苏无忌虽然撞碎了院门，可是他并未狠狠摔在地上，而是站住了。哪怕他的双脚在地面上划出了10几米的擦痕，但也是站住了。江秉辰的声音响起：奥斯卡，他这一拳到了让你放人的标准了吗？奥斯卡盯着苏无忌，头也不回地说道：别开玩笑，我是职责所在。你们是我的敌人，既然来了，就给我留下来，不管来多少，也不会影响我的决定。这句话加重了语气，颇有第一禁锢使的气势了，和之前闲聊时候的懒散状态简直判若两人。话音落下，他的身形一展，瞬间出现在了苏无忌身前的3米处。在他脚步站定的一刹那，手掌便拍向了苏无忌的胸膛，其中所蕴含着的力量极其狂暴。苏无忌瞳孔骤然收缩，两人这个时候虽然还相隔3米，可奥斯卡这一掌虽然看似不快，却仿佛携带着这一片空间的重量，那种无与伦比的沉重感当头轰然砸来，仿佛形成了一股无形的禁锢力场。是的，这3米之外的一掌似乎已经先行锁定了苏无忌周身每一寸的空间，让他感觉自己像是陷入了粘稠的沼泽之中，动作都变得迟滞起来。苏无忌非常确定这并不是错觉，这就是禁锢使者所独有的力量运用方式。苏无忌此刻行动迟滞，但却从中感受到了这种力量的气质，并非单纯的破坏，而是掌控与镇压。他低吼了一声，体内那股奔腾的力量顶着压力冲了出来，瞬间冲破了周身粘稠的隐形力量，整个人的速度也是骤然提升。而这一刻，奥斯卡的那一掌也已经来到了苏无忌的胸前。千钧一发之际，他双臂交叉格挡于胸前，硬生生架住了奥斯卡这看似危险重重的一掌。轰！闷响声中，苏无忌脚下的地面再次裂开一大片，他的双脚下沉，已经被地砖碎屑和尘土覆盖。但这次他半步未退，咬牙硬抗。而奥斯卡的手掌还贴在苏无忌的手臂交叉处之上，强大的力量从这位禁锢使者的手掌输出，通过苏无忌的手臂浮散开来，疯狂地在后者的身周游走着，试图冻结他的力量流动。苏无忌从未见识过这样的打法，此刻被压抑得十分难受，似乎所有的力量都要被挤压着回到身体深处。给我破开！他大声吼着，体内的5个力量通道在这一刻再度急速贯通，强悍的力量冲出了体表，将奥斯卡所形成的禁锢外壳生生击碎。挣脱束缚之后，苏无忌往后踉跄了2步，才止住了身形。他深深喘着气，
看起来非常疲惫，力量爆发一时爽，事后恢复火葬场。尤其是在对抗实力比自己超出一截的强者之时，这种感觉更是尤为明显。看着面前的华夏青年，奥斯卡眼中讶异之色更浓。能硬抗我的禁锢力场，你的功法很有意思。他收回了手掌，五指微屈。这个动作看似平平无奇，却仿佛虚握住了一团无形的力量。随着他做出了这个动作，苏无忌竟是感受到了更加强大的禁锢感，好像从对方的掌心里传来了强大的吸力，要把自己周围的空气全部抽空一样。江秉辰眉头微皱，喊道：小苏，近身攻他四肢。听了这句话，奥斯卡有些意外地看了江秉辰一眼，而这时候苏无忌已是发出了一声大吼。他不再是被动硬抗，而是选择了主动进攻。眨眼之间，苏无忌的身影化作一道模糊的利剑，无视那粘稠的空气阻力，瞬间扑到了奥斯卡的身前。从奥斯卡的掌心之中，居然传递出了巨大的拉扯之力。一瞬间，他还以为武侠小说里的吸星大法都要变成现实了。但苏无忌很快反应过来，这种无形的吸力以及之前那种禁锢力，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力量运用技巧。这是苏无忌之前从来没见到过的，似乎和自己之前的爆发线路完全相反。他并没有任何惧怕敌人的心灵，反而有种见猎欣喜的感觉，好似有一道灵光划过自己的脑海。虽然一瞬间没有抓住，但是苏无忌相信，接下来自己必有体悟。苏无忌浑身的力量已然全部调集起来，借着从奥斯卡掌心里透出的吸力，直接冲到了对方的跟前。江秉辰的声音又在旁边响起：用最原始的攻击手段。最原始，苏无忌瞬间抓住了一丝丝的灵光。拳、脚、肘、膝，苏无忌把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化作了最致命的武器，攻势猛烈，简直如同狂风暴雨。而这狂风暴雨之中，却又带着一种奇特的韵律，似乎每一击都精准地打在奥斯卡力量流转的节点上，以至于在苏无忌近身之后，这位第一禁锢使者居然一次也没能让禁锢之力完全发挥作用。虽然现在看起来奥斯卡还处于非常稳健的手势之中，但是他心中已经非常震惊了。即便自己的实力明显比苏无忌高出一截来，可对方为什么能够这么精准地捕捉到自己的节点？这根本不是对方这个年龄段可能做到的事情。虽然这和江秉辰的提示有关系，但除了天才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别的解释了。砰砰砰砰，密集的碰撞声如同擂鼓般响起。两人在飞沙走石的院子中高速移动，高频交锋，劲气四射。身影交错间，院子里的草木尽皆被撕碎，就连石桌石凳都被波及，碎成了无数块，粉尘碎屑漫天飞扬，已是遮住了这一片别墅的天空。江秉辰近距离地看着此景，见惯了硝烟的眼睛里有着毫不掩饰的欣赏与笑意。苏无忌此刻还在狂攻奥斯卡的四肢，所有的攻击全都避开了对方的躯干。他已经明白江秉辰是什么意思了。对方的躯干是力量产生的核心区域，而四肢则是力量输出的通道。用汽车来类比的话，就像是一个超大排量的发动机，配合着4个高性能轮胎和刹车卡钳。如果没有轮胎的支撑，那么马力再大的发动机也发挥不出来实力，
如果没有高性能卡钳，力量就算发挥出来也收不住。以苏无忌现有的实力，没法去对抗奥斯卡的强悍发动机，那么就只能想办法去打断对方的输出。奥斯卡和江秉辰近距离地生活了好几年，虽然从未当着这个华夏将军的面出手，但后者居然已经把这位第一禁锢使者从里到外都看透了。面对苏无忌的贴身原始攻击，奥斯卡不得不让自己的防御也变得原始了起来。他的双手或拍或按，或抓或引，每一次出手都试图截断或锁死苏无忌的动作。他的每一次动作都会带着强大的禁锢之力从掌心中透发出来，可是往往这力量输出还没达到最高点呢，就直接被苏无忌的攻击给打断了。奥斯卡根本想不明白，以这个年轻人的年纪，最基础的拳脚功夫怎么可以精湛到这种程度。他当然不知道，苏无忌从盘山学步的时候起，就开始被老爸逼着打下功夫的底子。即便现在的他表面上看起来只是7、8层的楼房高，可是却始终拥有着摩天大楼的地基。在苏无忌那疯了一样的贴身攻击之下，奥斯卡终于决定改变战术了。他的身形往后一飘，直接拉开了距离，跃上了别墅的顶层。在倒飞的过程中，他的双手在身前张开，那一股粘稠如沼泽的禁锢之力再度出现在了苏无忌的身周。但是苏无忌在经过了之前的急速近身攻击之后，周身的力量运转居然达到了圆融一体的状态，速度、力量、反应全都提升到了极致。他大吼一声，直接强行冲破封锁，身形腾起，直跃3楼。唰，人在空中，苏无忌的大臂一扬，一道紫色剑芒当空出现，直接斩向了奥斯卡。在斩出这一剑的时候，他的体内竟是传来一声轻微的轰鸣，整个人的疲惫似乎尽去，气势再度暴涨。紫色剑光如同天降闪电，猛烈劈至奥斯卡的头顶。奥斯卡的脸色再度微变，化掌为拳，将禁锢之力全部凝聚在拳头前方，轰向那一道紫色剑芒。随着空气发出千百道被撕裂的声音，紫光和拳芒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给我破！苏无忌的眼中金光爆射。这一刻，别墅的房顶轰然炸开，里面的木头家具瞬间化为了无数碎片。奥斯卡已经站立在顶层边角的柱子顶端了，而他的面前则是塌陷的楼板。苏无忌站在另外一侧边角的柱子上，崩裂的虎口正流出鲜血，那鲜血顺着手里的紫色长剑缓缓滴落。奥斯卡看了看他那明显有些发抖的手臂，说道：“你刚刚那一剑不错，但也就用1次而已，现在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其实奥斯卡说的倒是实话，因为就连苏无忌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很难进入之前的状态里了。此刻体力消耗不少，那气势如虹的一剑确实不太容易复现。苏无忌喘着粗气，咧嘴一笑：“你在和我交手之前，应该没想到自己会像现在那么狼狈，所以我现在已经很满意了。”狼狈？你在说我？奥斯卡呵呵一笑。然而这个时候，他觉得右臂有点凉意，那黑色衣服的整条袖子此刻都已经碎掉了，从手腕到肩膀全部暴露在外。他之前用右拳将紫色软剑的攻势给轰开，此刻拳头表面也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不得了，真是不得了！奥斯卡呵呵一笑：“
才绝庭的那些禁卫们平日里眼高于顶，输得不冤。随着他的话音落下，那股笼罩全院的无形力场开始急速回缩，最终全部凝聚于他的双掌之上。周遭的禁锢之力被撤掉，苏无忌感觉到身体陡然一轻。然而奥斯卡的手掌却开始变得愈发白皙，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上面的血痕居然尽皆消失，掌心之中甚至隐隐透出一种玉石般的光泽。周围的空间似乎都因为这股高度凝聚的力量而微微扭曲了。最后一招。奥斯卡收起了所有的表情，平静地说道：要么扛住，要么你死在这里。苏无忌隐隐能感觉到一股石破天惊的力量在凝聚着，酝酿着。废话，还有第三种选择吗？苏无忌没好气地说完，便开始缓缓调整着呼吸，体内剩余的力量正在各处通道之中加速运转，所有的力量开始向他的右拳汇聚而去。江秉辰站在下方喝道：奥斯卡可以了。奥斯卡说道：不行，第一禁锢使者的颜面今天已经受损了，除非我死，不然你们根本别想活着离开这儿。这声音居然犹如闷雷一般，传出了很远很远。按照常理来说，这种时候完全不用喊得这么响亮，好像要让全天下都知道一样。江秉辰见状，竟是摇头笑了一下。注意安全。苏无忌站在3楼柱子顶端，头也不回地说道：江叔叔放心。奥斯卡却是呵呵一笑：你知道个屁，他是在对我讲的。苏无忌：什么？奥斯卡的双掌横在身前说道：华夏小子，来吧，释放出你的最强攻击。这个第一禁锢使者双脚并立地站在柱子上，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起手式，苏无忌都感觉到了不同凡响，压抑难言。可苏无忌偏偏是越战越勇的那种人，外界所施加的压力越大，就越是能够激发出他的潜力。在体内力量疯狂运转的时候，苏无忌的身体深处再度传出来了一道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的爆鸣声，似乎某个隐秘的闸口被打开了，一直隐藏在里面的力量洪流开始不受控制地涌出来。轰！苏无忌想都没想，在这一股力量的牵引之下，顺势抬起了胳膊，简单直接地轰出了这一拳。在他的拳头前方，空气被急剧压缩着，视觉上产生了明显的扭曲。虽然已经猜到了这一拳的结果，可江秉辰还是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轰！剧烈的气爆声已经响起，苏无忌的拳头居然轰开了那裹挟着强悍力量的玉色双掌，直接穿透了奥斯卡的防御，狠狠地落在了对方的胸口。后者的身形如炮弹一样倒飞了出去，在空中倒飞了几十米之后，奥斯卡撞进了一处假山之中。轰隆轰隆，假山崩塌，把这位第一禁锢使者直接埋在了下面。苏无忌看了看自己的拳头，又看了看那坍塌的假山，明显有些意外。不至于吧？他根本不认为自己这一拳能轰出这种效果来。小子，还愣着干什么呢？江秉辰笑道。走了。说着，他直接迈步向着院外走去。苏无忌又往奥斯卡的方向看了一眼，随后翻身下来，跟在后面喊道：江叔叔，你不要收拾一下行李吗？江秉辰大步流星，嗓音爽朗：没什么要带的了，明天就到家了。苏无忌追上，又问道：
刚刚那奥斯卡是故意被我打飞的。这位第一禁锢使者在出手之前故意喊得那么响，似乎生怕别人听不见，而后又故意摆出一副绝死的态势，结果却被自己一拳轰飞。江秉辰笑道：我被关多久，他就得陪着多久，这种日子他也过够了，但总得有个能交差的借口。苏无忌又扭头看了看那片倒塌的假山，心想着自己一拳应该不至于把对方直接轰死，但好像死了也没什么关系。离开了卡瓦雷庄园，苏无忌开着车直奔机场。江秉辰坐在副驾上，看着这个疲惫的年轻人，笑着问道：有女朋友了吗？苏无忌咳嗽了2声，终于承认了这个我和婉星这方面的关系还算挺好的。江秉辰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个答案，说道：也好，我这次回去正好也能给你们主持婚礼了。苏无忌：好吧，谢谢江叔叔。他倒是想拒绝，一时间没找到理由，这回答显得底气不足的样子。江秉辰笑着看向了窗外，他把窗玻璃降下，华雷斯这野性又自由的风随之灌满了车厢。他眯眼吹着风，笑着说道：走回家。苏无忌听了，眼眶瞬间潮湿，他重重点头：蛇。